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康收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手边是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五哥好，大家好。好，那你看到所有的关税，那对于我们国人的一些的影响，包括对台湾一些的股市，当川普讲说好，你说半导体要征100%，但有一些豁免的条款，那对台湾的股市来讲的话，大家都看到，但各方的解读到底会怎么样？不管是半导体的关税，或是我们的暂时性关税那20%，但你看到日本人的例子，你全世界从来没有看过有谈判谈成，到最后是这个样子。昨天那把日本人吓死了，那个15%再往上加，今天一堆日本人就笑到流泪，为什么？那是乌龙一场，不是这到创下这是什么局啊？但是对川普来讲，他就是个大赢家。他今天讲8月7号一到，有几十亿美金就开始往美国流，而且大家都拿钱来，管你叫苹果，管你叫什么，都是这样啊。让美国再度伟大，到底能不能达成？其实很多人都在观察，但是让川普再度伟大。这个川普真的是非常伟大而且变成全世界各国百大企业、跨国企业伟大不掉的头痛。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呢，在当选前、当选后一直讲一段话，大家都觉得讲的好像太打高空了嘛。关税是最美丽的词汇，比爱情更美丽。大家想说你川普在讲什么？对，结果真的很美丽。你没看到库克多么的不可一世啊！为了要让川普大帝、关税帝君心情愉快，多么讨川普的喜好。第一个，川普喜欢金色的，所以一定要黄金底座，然后整个上面看起来就是金光闪闪的样子。然后川普呢，最重要的是美国制造，所以他特别要写在下面这边写的是 Made in USA，然后是用打烫金字的。川普看得很舒服，然后上面是要进献给川普，然后库克签名，然后还要告诉你这个是美国，那确实全世界手机最好的那样一个玻璃就是康宁嘛，这个玻璃也是康宁的，100%美国制造，献给川普之后，川普龙心大悦，龙心大悦呢，虽然现在跟印度正在对呛，但是呢，库克，你那个虽然你的 iPhone 目前在印度有生产。可能回来，但是呢，232啊，或半导体的晶片暂时豁免，暂时不用。但是上次我没找你来，是因为你不给我愉快，所以你才讲给了我5000亿美金，但是不够，所以这一次你要亲自来跟我站在一起，再加码1000亿。所以这个关税是最美丽的词汇，最好的字典，最好的武器。库克就去了。其实你要看库克的脸，其实。好像有些觉得他有点无奈嘛，但是后面其实大家还是很紧张，因为他后面又开始宣布了，半导体100%，但是如果已经投资正在美国投资的可以豁免，就讲到台湾了。可是讲到台湾之后，大家也很紧张，因为什么？他这次不是在电话连线的时候告诉你3000亿美金，他是拿着纸，念出来台积电2000亿，可是台湾的业界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川普讲的2000亿。是加了2000亿，1650加到2000亿，还是再加2000亿？然后，可是为什么要讲这个？现在就是川普在玩这个关税里面最大的麻烦，庄家是我，规则是我，筹码是我，我来决定。所以呢，日本对不对？回去之后，赤泽亮正第9次要赶去美国，因为然后回去之后才讲说我们没有白纸黑字，南韩也说我们没有白纸黑字。然后欧盟也说没有白纸黑字，但是对川普来讲不重要，反正我就是看我今天规则我定，游戏我定，我就把你给打死，你不打死你该怎么办？然后所以现在呢，其实大家又要观望了，搞不好明天清晨又突然开个记者会，因为那天传说不止库克啊，黄仁勋也去了，据说黄仁勋也在华府啊，那会不会下一次让川普再度伟大？所以又有一个记者会，又把黄仁勋拖过来。所以现在传说到底魏哲家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然后大家也很紧张。所以其实川普在玩的一个游戏，他把关税给大家搞死了。那搞死之后，有人说像东豪他们讲说，很多人讲说撑2年半嘛，撑过去就算了。川普不止2年半吧？撑3年，最后就撑3年，3年多了。但是他也告诉你说，
再连任 maybe 不会，但是我也蛮喜欢。我希望修宪不要通过了，太难了啦。对啊，那个修宪很难，对啊，不能过了，不可能。所以现在全世界都绕着川普在跑，而且川普里面就告诉你说，他也告诉你一个国际公法的新规则。以前我们讲国际公法，签下条约，认证。国际法庭里面就绝对以后就要国际公法，国际最核心的标准。现在告诉你说白纸黑字都没有用，你怎么讲和我怎么讲不一样。所以人家那个整个施哲亮是讲说，我们不只是投资，我们还是融资。然后呢，南韩出来讲说，我们没有承诺90%，都没有，里面都没有写到。川普说这个叫做棒球的签约金。这都是我的，要怎么投资都我决定，所以其实现在这个东西都很麻烦。那有人就说，我们有很多工厂也去啦，我们赶快去啦，是不是就可以豁免呢？卢克尼特又出来一件，这是林俊宪委员发明的郭台铭条款，就是你承诺投资，你就以为你可以豁免吗？他们会全程派稽查员。全程监督现场进度，所以要糊弄川普看起来也没那么容易。OK， 你觉得全世界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枪、炮、弹、核弹？关税，结果是关税。关税可以解决太多的问题。你们打仗不听我的话，我加关税；你去买别人的东西不听我的话，我加关税。下次搞不好哪对夫妻吵架不听我的话，我加关税。反正对川普来讲，大家突然发现关税。怎么会变成这么好用武器？但是好，对我们来说，我们当然最关心的，来财经专家，来建网哥，帮大家解惑一下吧。最近大家都已经被那些数字给搞昏了。第一个，大家最关心的是我们嘛？对，他讲说，你只要什么在美国投资，然后或是你的打算要投资，不管你怎么讲，显然大家的解读是台积电 OK， 所以你看这几天的股市是这样。对，但是当然我们也有人没有在美国投资的啊，那到底该怎么样去这些？日本那个例子给全世界最大的警讯就是。到底是封顶、叠加还是怎么样？尤其对我们，你觉得我们未来该怎么应？我觉得台湾现在的状况跟美国在交涉的时候，其实对川普来讲，你要注意的就是它的可修正、可调整、弹性非常大。这跟我们过去想象都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哦，像昨天到今天，你知道日本人真的是快疯掉了，因为昨天我看日本的新闻在报道的时候呢，来给大家看一件事情哦。之前我们讲说川普就美国川普政府跟日本谈成的这个关税税率是15%，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新闻在报道的时候呢，后来昨天的日本的新闻发现，哎呦。日本的解读跟美国解读是不一样的。日本解读是关税呢，这个未满15%的就算15%，超过15%的呢就以超过15%为基准。但是呢，美国竟然是把你所有的税率直接加了15%。所以你看日本新闻在报道的时候呢，告诉你说，你看这个它，比如说这个像海鲜产品，从没有税直接加15%变15%，酱油是3%加15%直接变18%，纤维是7.5%加15%变成22.5%，牛肉是26.4%，和日本的和牛直接加15%变成41.4%。最重要的是，你要看下面这张图哦。下面这张图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日本政府跟美国谈的15%，原来没有合意的文书，就是没有合意的文书，但关税有没有生效？8月7号就昨天的发动的时候呢，关税就直接生效了。所以日本的业者昨天都很紧张。那紧张到什么程度？我们给大家看哦。昨天日本的新闻呢，去采访这个酱油的业者，一家在日本爱知县叫日东酿造，它的税率就是从3%直接变18%，所以他们变成苦主之一。下面呢，在日本的和牛，日本和牛有很多的品种，这个是长鹿牛，那边的业者也是出来哭说，他们从26%变成41.4%的税率，他们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你从日本的新闻就发现一件事，昨天到今天呢，日本方面呢，这个整个石破茂政府一直出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各个业者都出来在喊那个冤呐，想说之前不是谈好15%的税率，怎么突然一下子大家税率都大幅上调？然后到今天最新的新闻，因为日本昨天呢负责去谈判的经济再生大臣叫赤泽亮正，那赤泽亮正去谈的时候呢，你知道昨天的结果，昨天发生的事情就关税发动生效的时候，赤泽亮正被骂翻了。对，你知道日本人形容他叫废柴大臣，就是只有跟一根没有用的木材一样，叫废柴大臣，用这种字眼在形容他。不是你秦网，你可以想象吧？对，谈回来以后，突然之间发现不是15%，是往上叠加。哪个国家的人民能够接受政府去谈成这个样子啊？那叫你去干嘛？我们去就好啦。对，而且这是
世界关税史上第一次，是就本来以为谈的税率是15%，后来发现所有税率直接加15%，所以那个昨天被日本网民称之为叫废柴大臣的赤泽亮正，赶快再去跟那个美国做确认。他跟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谈完之后，再跟那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两个人都谈完了之后呢，重新确认了一件事情，好了，还是15%的税率啦，那一切都是误会一场。那以后多收的税呢会退回去，所以昨天到今天对日本人来讲跟洗三温暖一样，洗出一场非常戏剧化的结果。然后所以你可以发现，你要面对川普去谈判的时候，你要接受他有几个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谈的过程，这可修正的空间非常的大，然后弹性也很大。第二个，大家都被那个川普讲的数字说实话，川普跟历任的美国总统都不一样，因为没有美国总统，或者说世界上很少有这个主要国家的领袖会做这种事。就讲的数字呢，你就把它当作是就是精神喊话就好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台积电的投资数字呢，以台积电自己官方宣布为准的是，之前拜登时代是650亿美金，然后到川普时代这个魏哲家跟那个川普两个人在白宫里面开记者会，宣布是1000亿美金，所以叠加之后是1650亿美金。但川普我说实话这最近跑出来的数字3000亿美金大家也不要太压抑，因为这个川普其实在跟魏哲家开完记者会之后，才没有几天，在美国电视节目的访问的时候，川普就自动加码到2000亿了，不是现在才加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本周川普一下子讲了3000亿美金这个数字抛出来之后，后来这个也是电视节目的访问又在抛出2000亿美金这个数字，看起来跟1650亿没有差很多。好，但这不是重点，因为川普这样的喊话修正不是第一次。后来这个也是电视节目的访问，又在抛出2000亿美金这个数字，看起来跟1650亿没有差很多。好，但这不是重点，因为川普这样的喊话修正不是第一次。他在这个之前川普刚当选的时候这个日本软银集团的老板叫做孙正义，孙正义到美国去跟川普见面的时候，就跟他说我会投资1000亿美金。川普在记者会现场直接帮孙正义说他要投资2000亿美金。那请问一下，孙正义在旁边没有说，就这么点？没有，不敢。这时候大家都不讲话，就只有闷着吗？我明明讲1000亿啊，你怎么变2000亿？孙正义有讲话，孙正义说他会努力看看。一点正义感都没有，好闷啊！不是你在我旁边直接这样子跟我加，然后我还不能跟你讲，还不能纠正打脸你，不能。而且因为他要到美国投资，所以孙正义后来干了一件事情。孙正义后来回日本就找了几个他认识的老板，然后呢再到美国去一次，再跟川普见一次面，说他要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金。孙正义自动加码哇！但是不是孙正义自己一个人出钱他是找了好几个人来背书，说他们要投资5000亿美金。所以川普讲出来的数字呢，你真的只能够当参考用。但是他讲的这个方向是确定的，比如说他要你建厂，他就是真的要你建厂；他要你投资，就是要你投资。但他讲出来的数字，你不用跟他太。那个不要跟他太计较，你跟他太计较，那你就会掉到这个川普他的话术里面去。所以我们只能说啦，就是说面对川普这样的对手的时候呢，你要看的是那个大的方向。比如说台积电要到美国去投资，你知道川普呢是这个在今年以来我大概至少听了3次以上，川普面对媒体的时候，从本来在说这个台积电偷走美国的东西，到后来一直在称赞说台积电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半导体公司。然后呢，他也没有在讲偷走这个字。3月4号以后讲了20几次台积电，但是他今天不是又讲说榨干 Intel， 然后尤其是台湾，他又把我们拉出来干什么？这个是川普讲话的方式，因为他一面在讲说这个榨干 Intel 的时候，一面要求要换掉 Intel 的 CEO。对，因为认为 Intel 的 CEO 过去投资太多生意，里面包含对中国的生意跟解放军的生意，所以他要求要换掉现在这个 Intel 的 CEO 这个陈立武。所以你可以发现，对川普来讲，他的方向是确定的，但他中间过程所讲出来的话呢，虽然很有话题，但是多半把它当作参考就好。然后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他讲说要课晶片关税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大家听到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讶异，因为他讲的是100%这个数字。那100%这个数字呢，当然这里面分2部分来看第一个是有很多的部分呢，是台湾的业者是可以转嫁回去给这个厂商的。那因为我们的晶片呢是用在人家成品里面，比如说在伺服器里面，在电脑里面，你要怎么做到这个课它关税说实话，你是要课笔电的关税，还是要对笔电里面晶片再
再课一次关税，实务上要怎么课，真的还不知道。但他讲了100%这数字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的惊讶。但惊讶的过程里面，对台湾来讲呢，也是另外一个三温暖。因为一方面这个台湾的台积电本来就确定到这个美国投资嘛，所以川普他们的用词是说，来投资的或是承诺来投资的，那你就不会遇到这100%的关税。那台积电当然就是没有争议，它一定是不会被课到这100%的关税。这其实我们在节目上之前就有告诉大家，台积电在面对美国这些关税挑战的时候是不用怕的。好，这是一件事。所以昨天我们看到台湾的股市台积电呢是创新的。我们讲说，这个随着川普过那个讲的话里面，台积电既然股价是创历史新高，到1180块，这件事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台积电就是这样子，所以成为全世界10大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所以你可以看到，台积电是股本大，然后股价也高。这跟台股我们讲说20几年前出现那种1000块以上的股价是不一样的意义。所以台积电呢，股价创历史新高，台股呢也站上24000点。那即便到我们录影的此刻，台股跟台积电的价格呢，其实还是维持得很高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台股来讲，你可以发现这个川普的晶片关税这件事对台积电来讲相对是有利的，但大家当然还是会问就是说台湾还是有其他几家的晶片制造商比如说联电然后这个力积电，然后跟世界先进，世界先进是台积电的子公司啦，所以我想它应该是有方法啦。那联电的话是跟 Intel 在合作啦，所以联电应该也是有方法啦。那其他成熟制程的厂商呢，这个恐怕就是一个问号。好，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是8月7号，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就是20%的关税，台湾还是有很多的业者是这个被课到20%关税，8月7号生效。所以面对这些业者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政府现在祭出了很多的这个我们讲说补贴的措施啦，尤其是对于人家你等于说好了，就是你关税的部分，这个货款的部分从10%变成20%，等于这些款要多1倍啦。所以这些部分它临时现金有办法周转的过来，需不需要贷款的补贴，那个就是现在政府在做的事情啦。可是你可以发现啦，就这一个脉络下来，这个川普有2个特性是可以确定的。第一个，对他来讲，万事皆可谈，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到谈判桌上来谈。但是第二个，他要把制造业拉回美国这件事情，应该是没得谈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过去台湾很多的供应链本来都不相信我们可以这样跟大家说，台湾我听了好几个半导体大厂老板都讲过一件事情，iPhone 制造不可能拉回到美国去。但是川普现在显然铁了心你看。这个苹果的 CEO 库克要到这个在美国说要再投资6000亿美金，然后连川普也告诉你，就是 iPhone 未来会在美国制造。这件事情在10年前被大家当作笑话的，但是现在来看10年前其实我讲的是2016是川普第一次当选的时候了。可是你现在2025年回来再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川普现在是铁了心要做这件事所以你只能庆幸说，在这个时间就是台积电呢之前有提早到美国去做布局啦，所以让台积电跟台积电的供应链呢，在这一场关税战里面看起来他们不但是幸免于难，而且它的这个股价状况也是创新高。OK， 刚才青黄特别讲，就川普讲的很多事情，以前大家都当作是个笑话，但是现在你不会当他讲的很多事情是个笑话。我让大家回忆一个最大的一个笑话，川普当初参选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说那是个笑话。各位知道川普参选过多少次吗？他那时候几十年前就一次，他几十年前那时候参选的时候，所有人觉得他的参选根本是个笑话，你绝对不可能当选，你来搅什么局呢？但是他后来真的当选，然后接下来出现的一连串，我们在节目举过一个例子，格陵兰岛。当他说出要把格陵兰拿过来的时候，大家都说是个笑话，但是现在实质上格陵兰等于是被美国拿了。对。所以所有的就是这个样子好，你不知道后面川普还会怎么样，但对我们来讲，刚讲到，不管从半导体，然后甚或讲到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产业，在那20%一般的所谓的暂性关税，我们接下来还要再往下谈吗？如果已经开始实施了，大家该怎么样去适应？我们还要再往下要付出怎么样？当然有一些产业可能水深火热，到底政府该怎么办？可是大家当绕着这个走的时候，好，我们接下来讲，那我们的政府，包括我们的立法院、行政院，包括所有相关单位，面对这些该怎么办？来，小平先从这走。昨天本来有，是昨天吧？本来有一个秘密会议。那个秘密会议，大家本来是不是要在立法院里面要看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对。然后绿营就直接讲说，你们蓝白2个阵营，要不来，要不来了以后，然后签个名就走人，或者类似这样。可是这所有的事情，包括讲到台积电要不要到美国，当那个川普讲100%的那个时候，包括朱立伦主席啦，包括黄昌主席啦，甚或包括蒋万安都有跳出来讲说，政府要赶快出来讲，现在都已经搞成这样，到底要怎么样先应？但是现在如果从回头看股市看什么，有人就你看有很多网民也直接讲说，现在怎么样？这不是好好的吗？还好有去。不去，那不就死了？你们老一天到晚在讲美积电，要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赵少康说，这个丧事不要喜事办。昨天涨500点嘛。那国安基金进场多少？
你们认为下礼拜还会这样涨吗？我认为会跌。整个大方向是不好嘛。你能护到什么时候？第一个，第二个，世界上的冤亲债主就是川普。君子报仇10年不晚，小人报仇一天到晚，那就是川普，就小人。这一次我问你，当初要压拜登，而川普最后上了，谁最知道、最熟的？谁是副总统萧美琴？这次为什么没有他？他是知美派。当初的。就是他很难，就是你当初你等于是你觉得押错宝？当然是押错宝嘛，是啊，所以你知道郑丽君去，他是学文化的，他学法文的，美国不能用文化不是他没有半导体的专业嘛，他是台他们代表嘛，其经济部长也这样在里面去谈，他可以跟川普讲说，关税是最好的文化。好啊，那现在怎么办？我们也想问怎么办嘛，在野党嘛，然后请问你，还是回到美中台的三角关系的态度 ，OK， 就是妹妹嘛，现在美国对我们那个冲击大不大？但有没有大到老公会武力犯台？谁严重？少赚钱，那为什么敢跟勇敢的台湾人跟他一边一国跟他战？你恨他，你就有勇气嘛，爱美国就缺乏勇气嘛，就这么简单。我先讲大架构，我先讲，再讲细则哈。美中台，对啊。今年要赚多少钱？1100亿。对美贸易顺差，好啊。那不管广达、伟创、英业达那个人保这供应链这个 F4，他们这贡献了几百亿的美金。你今天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一将功成是搞了2、3千亿去那个台积电，那其他呢？传产呢？接单也死，等单也死，不。总要解决问题吧？那谁做这样的评估？政府能做什么？我们比较关心百工百业的生计，对吧？好，那怎么谈？怎么走？举例说，美国很简单，其实好日子苦日子还在后面。美国目的谁的苦日子？全世界，特别是中华民国。我跟你讲，很简单，台积电去，我也认识很多台积电的协力厂商。然后你是不是要变成一个聚落，产业链的聚落？你也要去，至少封测啊，其他的协力厂商都去，很多厂商也都去了。那请问你，他目的是什么？要这些人都去，叫美国再工业化，就都在美国这样生产。那请问你，今天印度啊，对，不仅对我们坏，对库克也不好，请问你是因为印度为什么被课那么重的税？是买俄国的油？错。不是，是因为苹果大部分的制程都在老公那边弄完，到印度只是洗产地装在一起这样子而已，其实功劳很小。他是要动摇国，就他为什么动你印度？你替人家洗产地，他要目的还是要整个把中国链断掉，尽量搬回去，当然不容易。可是他连美国逼库克都这样逼，库克昨天还送他999谢瑞麟的黄金，手还发抖，心里怕。你刚才不拿出来那个，不，因为以前川普叫做当陈好老大哥，世界警察，这个是世界流氓，你知道吧？这个川普。世界流氓，你知道吧？这个川普，他就我不想，就是 F4，他那个这个普丁，然后这个习近平，然后这个金小胖，怎么出这个4个领袖，全世界全乱，我们还真倒霉，在这个时代当这个地球人，怎么办呢？我讲真的怎么办？你既然要地球人，地球人，因为殃及全地球啊，这是完全国际化，国际化是嘛？地球人嘛，不怎么办？总要说明嘛。你觉得我们政府到底有没有做到他们该做的？有这个做的相对的好，因为能够避祸少一点，赖清德就做的不错了。有没有做到嘛？我们现在看不，现在显然没有嘛，因为20对15，我们初判嘛，而且生效8月7号，对不对？那卢秀燕也有高度，他说。只要赖清德做得好，我们就挺他，有吧？卢秀燕有讲过这个话，出国前，对不对？我没听到。有新闻做很大，很大。可是那边是弄他救灾，还有那个化妆品的2400块那个粉底，里面是讲这个而已。好，所以呢，所以卢秀燕已经定掉了，政府做得好的话支持政府，那倒行逆施我们要监督，所以整个下来总要解决问题吧。所以现在是卢秀燕定调，然后大家都跟着走。卢秀燕可能要选主席之后，也不见得都跟着走，深蓝也在看了哈。那可能要选总统，不，他的高度就是这样嘛，他的职务也是这样嘛，他觉得超乎台中市长讲的话， OK， 那就是全国性的职务嘛，所以要去谈呐。
很苦，我知道，可是相对去的赔偿不要太多，然后赔的不要太多，而从20降到15，我们也勉可接受了。我觉得是这样。来，俊雄要不要帮地球人解惑一下？就是刚才讲到，他觉得政府没有做到应该做的事啊。不过小平议员讲得很清楚了啊，他希望朱立伦下台了。没有，不是，不要他们两个刚卢秀燕那番定调的话，我们支持他们两个谈，这两个大人做出来结果，我们就支持，好吧，就支持。对主席这个位置，不过看起来小平议员后来讲的比较理性啊，但是他支持卢秀燕啊，因为朱立伦像跟赵少康这些，他们就是骂了，我记得上个礼拜小平在这里说，我这种在野党我们就是骂，那你骂要骂有东西，好，你像今天你其实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骂，因为全世界哪一个国家你再会谈判，你就跟川普谈看看，很多国家都还在摸索当中啊。但对川普来讲，川普最重视的是什么？那不是你们骂他，你叫他流氓，他根本哪会管你？川普最重视的是美国人怎么看他，他是他的选民。所以美国人看他，如果美国人都掌声啊，这个总统好，那帮我们争取啊，钱都回来，对，钱也回来，然后创造就业机会。那川普当然会继续干但美国公布的数字，所以就很重要，所以那个统计局长不是公布吗？根本没有创造就业机会，川普第一件事把他 fire 掉，把他开除，这个就是川普重视的啦，就是他的选民怎么看待他这阵子对全世界做的这些事情呢？那会不会对美国啊，像我们讲的创造就业机会啊，然后要增加它的关税的税收，这个才是未来重要的部分。否则你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如果他有什么因应的对策，如果好的，那我们就学他，对不对？哪个国家谈判，他真的有谈出什么样的精彩的结果啊？那我们给他鼓掌。有找到吗？国民党可以告诉我一个吗？就没有嘛。你都没法懂嘛？全世界对因应这场关税战，后来还是回归到最基本的，就补贴了。我政府给你补助过了。其实以前中国都是用这一套，所以美国就抓他嘛，说你那个是不公平的竞争嘛，因为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就补贴，就不断的补贴他们。但美国这次很清楚了，他为什么有提到特别的，他要去砍那个习产地？那针对谁？也是中国大陆，那是针对中国嘛？那他习产地为什么要特别列为这次面对世界各国谈判一个重点？反正有中国加工设厂最多的国家，他课的税越重，他就是要逼所有的制造业离开中国嘛。那这个会不会成功？这个当然会成功。所以一个指标的产业就是苹果。苹果现在已经主动送了一个金牌，而且还5000亿6000，共6000啊，6000。但是他有提未来4年了，可能也是跟川普撑嘛，反正你看谁撑得久嘛。总统任期就4年了。我是说未来4年了啊。所以接下来台湾到底会怎么去应对？我觉得刚清网有提到了啊，这个行政院将会先提拨一个800多亿的，大概就准备给厂商。那给哪些厂商？其实台湾电子业受伤不很重，大概70几%都免税了。数字应该这样嘛未来关税增加以后，大概会影响最大的其实是传产。传统产业政府怎么去处理它？我认为政府现在短期间可以因应这个关税，就是补贴了。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那20%还记得吗？大家一直说那是暂时性的，然后我们是不是还要再跟美国谈，看能不能降到？因为日本跟韩国，对，经过昨天的乌龙以后，确定他们是日本是15%。那每一次讲到如果要谈压到15%那个数字都很恐怖嘛。韩国跟日本动辄4000亿的5000亿美金，而且都是美金计价。那我们要把20压到15，我们要真的要去谈到付出这么几千亿，要想办法压那5%吗？还是最近有一个声音是有一些学界说，那要不要把那些钱拿来变补贴？把那些钱拿来做补贴，我们就20%吧，大家跟他们拼了。但是我们把钱拿来做补贴，把很多在这次受伤的行业想办法用这样方式让他们能够维持下去。这中间现在你觉得该怎么做？川普说要求台湾投资3000亿，不是你台湾捐给他3000亿，是你要去投资3000亿。所以如果台积电的那1160亿、1650亿，那可以扣掉。
那可以扣吗？可以，因为现在川普不知道他是扣还是加。川普上次说不算，大家可以谈这个部分。因为很多国家都是可以扣掉，会随时加码。谈这个部分可以谈吗？鲁人勒索会加码，可以谈这个部分。川普已经说不算了。现在很多国家大概都用这样的跟美国谈啊。不过那个韩国跟那个日本要去投资的这个钱还是要讲一下，这个还跟大家认知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日本说要去这个5500亿美金，是，然后南韩是3500亿美金，然后呢，这两个国家，这很有趣哦，这两个国家都说我们其实只要出大概1到2%这个现金的部分，其他都属于贷款担保的部分，所以它不是说这个等于5500亿美金跟3500亿美金全部都是国家编列预算啊，然后拿去这个投资美国，不是，它是贷款担保。好，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要去计较川普讲的话，就会变得很有趣了，因为川普对美国的民众对自己选民的讲法是说，这5500亿都是我们的钱，对，它就是像棒球选手跟这个球队的签约金是一样的，好，所以那个钱都是我们的钱，然后钱是我们自己可以自由决定怎么用的，90%以上都是我们赚的，所以呢，等于说南韩跟日本的讲法，对自己民众讲的这个贷款担保讲法，跟川普自己的讲法又不一样，所以你说这个金额到底要怎么兜在一起，恐怕还是另外一个学问啊。OK， 来伟，其实目前谈的都没有细节了。对啊，所以台积电这个投资，我认为应该是可以扣掉。川普最常引用的就是台积电，各位有没有发现？川普要教大家闭嘴，他讲了，所以台积电在他的讲法已经变成一个模范生。就说他动不动就引用台积电的投资案当例子嘛。当大家了解当时国民党是怎么痛骂台积电，还干涉到要求台积电的董事长要下台。还好台积电当时没有听国民党的，台积电有去美国投资。但是美国投资也是要温系耶，那个是被迫的。你看魏哲家多想死那个表情，不管在川普面前、陈来记者面前，而且真的都看得出来，因为了他，因为美国大概占2、3成的股东，国家基金、淡马锡什么很多是飞利浦，然后呢去到了美国，董事会在美国开，有没有压那个烟太子弹那种感觉，表示对川普的尊敬，没办法，很苦好不好？没办法。这个因为当最清楚的是在股市嘛，台积电一投资以后，大家越来越看好那今天证明他这个做法是对的啊，其实比较痛苦的应该是郭台铭这种模式了啊，这个跟台积电是没有，人家台积电是真的去投资了，而且如果现在半导体科增100%，那台积电就不输给三星了嘛，因为三星是有市场的哦，所以台积电还好当时有做这样的一个决策啊。所以国民党还要求人家董事长下台，还骂什么丧权辱国。现在证明了，还好啊，执政党不是国民党，他们的差嘛。我跟你讲，要了解到川普现在提的都是一个架构了，反正他跟世界讲，我玩真的了。你看每个国家我都一一的处理了，但对我们来讲，以台湾的每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不一样，台湾的经济结构其实电子业大概有另外我们切开来看。关税战受伤最惨重的就是这些传产，还有以后我们跟他谈，那可能我们要开放的部分，那我们要开放的部分，基本上可能是农业了，那也可能当然也有一部分传产嘛，但基本上政府现在能做的，我觉得第一个，全世界都在摸索当中，那我们应该要运用我们的。当然就一些谈判的实力嘛，为什么台湾谈这么久？我认为这是有另外，我正面看待的话，我就因为台湾的东西有些是美国的，也是美国的必需品，就它也需要台湾的产品，例如你像美国人很多汽车零组件是台湾的啊，那你把台湾的这些零组件的关税拉高，那美国的汽车转嫁到你那，那美国的消费者是受不了了，因为美国的车子必要涨价。对啊，那你说叫他不要买台湾的，去买别的，除非你找得到。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就是所谓台湾产品的被需要性。所以也不要低估我们台湾的一个实力了。但政府能做的，我觉得应该就是照顾未来在关税上会受伤的，尤其像传产或农业这一部分。那目前世界上有比较好的做法。没有可以模仿的，就是大家补贴了。
但政府能做的，我觉得应该就是照顾未来在关税上会受伤的，尤其像船产或农业这一部分。那目前世界上有比较好的做法，没有可以模仿的，就是大家补贴了。对，如果照俊雄刚刚那样讲，上高没有更好的做法。对，第一个内部就补贴，外部那就看那个川皇到底他的心情开不开心，愉不愉快。他今天突然发现这个数字少了点，他就随便他。那真的现在整个世界就只能绕着它转了，现在就是这个样啊。因为关税嘛，光这把刀出来，你看不妥协的国家有几个？好，就算印度吧。但印度出口12%，所以对它的影响性真的有很大嘛。而且它内需市场太大。对啊，14多亿人口，10多亿快15亿了。然后它也不可能开放农业嘛，那开放农业，印度的农业就垮了嘛，因为印度其实贫富差距还是算蛮大的嘛。那另外一个巴西是说我不想谈了。那中国想不想谈？中国还在谈啊。中国也想谈。川普那天专访是说我没有要去见习近平，是习近平想见我。那没关系啊。你看最近川普跟普丁也在约见面嘛。OK， 那你说欧盟都得去。欧盟是全世界第1大经济体啊，对日本、韩国都得去。你认为台湾能不去吗？台湾也得去啊。那没办法啊，那就一个川普兴起了关税大战以后，全世界大概1半以上都得跟他妥协去谈啊，那就走到一步没办法的路嘛。但是唯一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从日本的例子上面刚才讲，两边没有签任何文字，两边的做法不一样，说法也不一样啊。说法不一样啊。商务部虽然说好吧，我们会修正行政命令，然后缴多收的我们会易收的会缴还。对，商务部说了算还是川普说了算？当然川普说了算了。那到底行政命令是总统在发布的。而且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这次日本那个事情今天出来的新闻是美国讲说 OK 了，好了，误会一场，那多收的就还你嘛。然后修改总统令，就是那个行政命令啊，那是总统原来是这么好修改的，就出去以后拍谁给我回，给我推登来，再随便写，再发一篇新的就好了。川普要不要修啊？而且行政命令是川普在发。有，你商务部谈好了，但是问题是，商务部要去跟总统说，拜托一下，老大，我们错了，修一下吧。修回来吧。川普愿不愿意修？不知道不知道那现在我们都知道嘛。那有蒋万安批评说，川普说的比赖总统说的多。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面对关税，都是川普说的比他们总统说的多啊。全世界任何领袖说的都没有川普说。对啊，可能加起来都没有他一个人说的多。对啊，都是当然川普说的多啊。川普没事就恐吓2句一下嘛，那威胁一下嘛。那重点是大家要不要妥协嘛？那川普那个不是嗨半天说他几十亿进来的时候，他有没有特别谈到那个左派法院？因为那个美国那个贸易法庭5月裁定是川普违法然后上诉的时候，那个法院是暂行停止那个，他本来要他停止执行，然后暂缓所以为什么川普会说那个法院左派是害国家嘛？因为法院现在在审理中啊，因为大家认定美国的法律，大家有人认定是关税是属于国会权非总统权嘛。所以还有一关，不要到最后打到最高法院的时候都说总统违法，所以一切不算。那大家这些日子在干什么对，因为到最后到底会怎么样？因为美国你说川普很强势，但不要忘记他们法院也在审总统有没有这个权，是否违反他的权利啊？那但是法院归法院，那川普是真的可以搞死人啊！那真的可以搞死人啊！那现在你说台湾面对川普，其实都是讲暂时性关税20%，但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20%是所有
输出美国都开始要课征了。那哪些企业？影响多大？这20%的时效性是多少？其实并没有很具体看到。政府有提列说这20%暂时性影响多大，我们要怎么处理 ？OK， 暂时性你总不能说暂时性的影响性什么闭着眼睛就过去了，我们等最后定。所以政府其实我是主张政府有必要把20%这暂时性的影响性，你必须要说清楚，然后持续再去谈。因为20%暂时性关税是一个确定的数字嘛，时间是不确定嘛，那影响性到底有多大？但你说，如果政府要讲的话，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讲这一些？就是现在政府公开跟大家讲这一段。那在野党最近，因为为了这个在野党跟执政党之间，包括那个秘密会议啦，到底要密到什么程度？然后国民党委员马文君还甚至讲到说，比秦始皇的死讯还要秘密，然后全世界大家都没有人知道这个。对，我说那现在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是因为反正20%已经是现在知道了，就是暂行20%，对哪些行业哪一些的影响，然后政府该怎么做，是公开就直接跟大家这样的，就像在野党要求行政院长到立法院去报告。还是一个秘密会议，因为总是还在谈嘛。那用什么样一个架构？你觉得？我觉得如果单就20%的影响性、时间性，其实这是一个公开可以谈的，已经公开了，这是可以公开谈的，因为那个关税8月7号，我们昨天中午就开始实施了嘛，这个是现阶段确定的事，那。能不能有一个报告出来？我的影响产业有多大？如果为期1个月、为期2个月、为期3个月，如果为期1个月、2个月、3个月，我要去怎么做它？因为你谈判是未确定嘛，什么时候会出来不知道嘛，所以你这个是不是要有一个缩帖让大家了解？那至于秘密会议啊，什么比秦始皇死讯，我觉得这个形容词有点太夸张了。好，太夸张。今天讲一句白一点的话，外交国防委员会开秘密会议，它有分2个，一个叫做出席委员，一个叫列席委员。出席委员为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列席委员就是非外交国防。换言之，113个立委都可以进去。113个立委全部都可以到外交委员会 ，OK， 去听官员的说法，也可以去看文件，所以比秦始皇死讯还是，我觉得这个有点你不要一直陷入他这个形容词啊！我是觉得没必要做这样形容啦，因为我就说113个立委都可以进去啦。OK， 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不用吵秘密会议是全程还是非全程啦。因为吵了半天，只有一件事啊，就是这些摄影机没有在里面。电视台的摄影机没有在里面啦。因为没有在里面。它又是秘密会议，所以我不能去看，不能去问啦。因为我看完了以后，我就不能讲话，不能说，我进去全程开完了，全程里面的东西我也不能说，因为秘密会议你对秘密啊，所以为什么国民党、民众党不能去？对，因为不能说，不能看，不能问，问完了出来你什么都不能说啊。可以问的，但是可以说问完了你出来不能说啊。所以。我不能说，那我进去就没用的意思。对，然后出来他又在外面骂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你不是都有看过内容，你应该很清楚，你都问了啊，然后你有出席啊，然后你也不能说，我也不能说我出席，我对什么你们的报告怎么样，你们的那个完全闭嘴，你的反驳能力会相对会被薄弱，也没有那么复杂，不。我说的是你出来以后的问题啊，其实那个会议没有那么复杂，我也知道。但是你出来以后，你就受保密的限制，那感觉上就要背书，那感觉上就要背，因为莱茵现在主张的是，我进去以后我出来就等于背书，因为我不能讲嘛，你只能说一句话嘛，出来说那个报告我不满意，然后你所有内容都不能讲，你不满意什么？如果昨天那场也没什么满不满意，因为昨天就确认有保密协定了，好吧。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不管保密协定，我们大概都可以确认有，官方都说得很清楚，是驻美代表跟 AIT 签的嘛。因为之前
国民党的立委在质疑嘛，什么保密协定有没有？而且有嘛，是有纸本，有也不能看呐。昨天有人看啊，那是民进党立委啊。对，那个其实还是有几个委员进去有看到以后再掉头出来他不能细看啊。是啊，可是有嘛，因为你看了你出来就不能讲话了。主要是你看了以后你不知道该干什么。秘密会议很单纯，这我确定。但是那个秘密会议，你去参加，看完文件，还有质询，还什么出来？你在政治上面要拿这一个议题继续操作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就被限制了。你在政治上面要拿这一个议题继续操作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就被限制了。因为你说不出口，所以我不如不进去。对，不如不进去，我不如不看。我还可以继续讲，我还可以继续讲。然后我继续讲的时候，请问一下，民进党看完的人能不能出来否决说不行？你说的不对，因为那个协议讲什么，你也不能讲。你也不能讲。官方也不能讲，把那个秘密协议讲出来，所以他就回到一个假装没有秘密会议的状态，继续攻防。如果看完了、问完了，那个攻防会改变。所以原来不看最大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政治上，他真的都变成政治也在这里头。好，东好，刚讲除了这个秘密会议，我刚前面讲那个关税，大家现在才发现，原来最有力的武器是关税，不是白讲的。川普还要被。对，柬埔寨的总理还提名他去角逐诺贝尔奖，为什么？因为大家前一阵子突然发现，这全世界乱已经够乱了，泰国跟柬埔寨，你们乱什么呢？你们边界也跟着打到最后，川普就说停火，不听30%，我不知道，再不听那可能就50%。原来发现关税连停火都可以用，亚美尼亚、亚塞拜然，川普要停火，我猜大概川普也是不停。那就30%，现在变成全世界都变成是这个样子啊！因为美国市场最大，大家都往美国市场去了，你没办法对抗川普啊。川普一个人就是 WTO 啊，现在还有人讲 WTO 啊，他一个人就是 WTO， 他一个人就是 WTO 啊。他一个人讲就算了，WTO 还有法庭啊。你在川普面前讲法庭吗？没有用啊，对不对？好了，那跟你回过来看这一波，就是说那20%嘛，那后面冲击怎么办嘛，对不对？如果行政院事先都没有做评估的话，就打屁股啊。他一定事先一定有吧？他公布在网站上，你去看他公布最多的是什么？有些项目很具体，比如说蝴蝶兰，蝴蝶兰不是半导体，台湾雕都有。对，然后就讲蝴蝶兰讲为止，美国占1/3的市场，然后再过来是日本跟欧洲嘛，然后。不同的地区要求的蝴蝶兰的那个长相、品种、颜色都不一样。那美国33%，你怎么办？那行政院公布的东西就是补贴啊，各种补贴啊、利息啊、融资啊。就你再看这个事情里面，行政院他们有没有事先做一些 study？ 一定有。好，那这些东西是你事先就评估的，你应该可以报告吧？因为你事先就评估了嘛，你跟那个谈判没有关系，你就已经评估进去了嘛。半导体也一样嘛，因为半导体是连232嘛。那没有在美国设厂的半导体厂商有哪些？你行政院应该会知道嘛。就我没有设厂的，你一定这是基本调查嘛，一定知道嘛。那你手上应该要有个名单嘛。然后没有设厂的，他对美国市场占比是多少？你也可以有一个数字嘛。业者本身会比你还积极啊，然后这个时候你要补贴或要干嘛？你说台湾的业者会反对吗？因为我降低我的风险嘛，或者我市场如果闪不过去的时候该怎么办？有些东西可不可以报告？当然可以报告啊，现在问题是蓝白要不要行政院去报告？我比较好奇，因为报告下去以后的攻防焦点会跟现在不一样啊。我们最近在讲关税，讲了老半天，其实是口水。所以谁可以判断川普？你把最近所有政治人物蓝绿摆三边哈，你把它列个表，谁对川普的判断比较准？就看这个事情嘛，就谁比较抓得住川普嘛，比较抓得住川普的人，
比较有办法判断后面。因为你看，我跟那个银行界、企业界吃饭的时候，他们问，大部分都问川普下一步会干什么。然后有人就回了，川普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是啊，一样的逻辑。对啊，一样的逻辑。所以谁知道川普怎么样？所以你回过来看这一段时间，你把他的反应都可以放进去了。这个时候是看川普做什么，不要去被川普讲什么。你如果跟着川普讲什么的节奏进去，他讲3000亿，你也再回3000亿，那3000亿就进去了。你没有回答，冷静个几天，你发现3000亿会变2000亿，你不知道为什么3000亿变2000亿。所以大家那天开了一个玩笑，你知道吧？那1000亿美金跑到哪去了？库克补贴掉了。他多了1000亿。我们讲的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说你不知道台积电的3000亿跟2000亿中间那72小时之内怎么变化的。商业部还害我。为什么？他有一次在节目上还问我说：“石头，有那个关税谈判有没有台积电？”害我。我讲完之后，我说听说没有。表单上没有，就川普就讲3000亿，还有当场那天晚上愣住，哇，3000亿怎么跑出来的？结果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对不起，就变2000亿。川普没有参加我们的双边谈判。好了，那回过头来，以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来讲，没有人知道后面会怎么样。好，但是这个事情不是关税问题。在这一段时间，在国内是政治斗争的问题。那政治斗争不管蓝绿白，我只是看谁对川普的判断有没有相对比较准一点。不管你要讲朱立伦、赵少康、卢秀燕、赖清德 ，anyway 任何人，这时候我要看的是政治人物的判断里面哪一个相对比较稳、比较准、比较 safe 一点。可是现在看起来，因为台积电一直长期以来护国神山，然后所有的这些形容词非常非常的多。这一次关税，大家的主轴除了放在台积电，刚刚来宾都有提到28%的暂定性关税。那如果一直下去，我们的传产会受到多大一些影响？你不要觉得跟你都没有关系，整个国际民生向下去的话，会不会受到相对一些什么样一些影响？好，如果大家把比较大，因为台积电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那但清华，台积电内鬼这件事情，好了。除了他们的那个手法让大家完全没办法理解，这些人就是在科技方面，然后这么厉害，为什么做的手法这么粗糙这些？但是有一点，我跟观众朋友先讲，因为这次是高检署直接侦办，你就知道，因为我们是内乱万患罪才会拉到高检署，高检署这次用的是国安法里面就窃取国家核心机密罪。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是高检署，然后呢，要希望能够申请，然后羁押禁见，是最高法院直接驳回抗告，这个法律上是这样。可是显然这件事情让大家会提高警觉。其实这么烂的手法还真的行之有年真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都很爱找星巴克，因为上一次这个国内的生化钾大厂晚茂是在林口的星巴克，然后这次是在林口的星巴克看起来更高级一点。我们这种理工宅男都理解，因为生活真的很单纯。然后就这样子哦。对，星巴克大家很忙，真的。我跟同学约也是就星巴克旁边的那个，而且车子一开就下来，那个林口那个复兴北路那个星巴克距离文茂公司车程10分钟，就这样子。OK， 这理工宅男关西路那个星巴克距离台积电也差不多10分钟了。对，这理工宅男的世界，理工宅男的世界。是。但为什么说这件事情重要？是因为在于说，其实我们在谈就是商业机密被窃取这件事情，坦白说，在半导体业里面这几10年来都有发生，而且手法也很类似。这个像大家这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听到好像用手机在翻拍这个图片的时候很压抑，但其实我们讲了好几个不同的案情也都是用手机翻拍，因为它不让你下载嘛，它不让你下载的话，你截图就会被 catch 到的，对，一定会被你截图有记录嘛，所以都是用手机在做翻拍嘛，所以他们这一次，不过当然大家比较觉得比较讶异的是说，这个手机翻拍，你如果在你家里自己连上公司的这个内部的网站，你登录进去啊，因为它是异常，这个次数异常，所以台积电有发现状况，然后及时就等于通报检调去做处理了。可是大家比较讶异的是说，里面有一段这个剧情是讲说，他们到星巴克的时候，在星巴克里面翻拍照片，在星巴克里面翻拍照片，这动作也太大了吧？对啊，而且拍了那个700多张，你要想说拍700多张，旁边人在怎么看也都是觉得很奇怪。对，就你是做隐秘一点，都听起来比较合理。所以然后这一次呢，我为什么说这一次的这个指标意义比较重大，是因为过去我们在谈的时候，这么多的商业机密，过去的方式啊，就等于在2022年修法之前啊，处理的方式都是厂商自己去打官司啦。所以像以前台积电跟中芯半导体在打官司的时候，是在美国打官司，因为
在台湾以前发生过的状况是，这种类型的窃密的案子啊，打官司通常这个即便判刑或是判赔偿的这个额度都不是很高，也不是很大。所以对于这个半导体这个厂商来讲，过去其实都有发生过，那只是说大家以前会觉得很吃亏，但这几年是显然把它当作是国家安全的标准来办。所以在这一次啊，跟以前的案情不一样，是台积电等于报案了之后呢，这个新竹市调站，我记得好像就是有人开始在跟啦，而且是一路从这个高铁新竹高铁站的计程车排班，然后一直到他们去星巴克，这个整个过程都有跟监啦。所以等于说，这个以前呢，大概工程师都很难想象说，这个国家的调查员真的会来跟监你们的这个行动啦。所以它的指标意义重大。那第二个让大家这个觉得这个很讶异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次哈，因为这次有3个核心的员工啦，一个是台积电的前员工，2个台积电现任的员工。台积电的前员工呢，他这个本身的职务又是在一家半导体的设备大厂，叫东京威力科创，它是做10颗的设备，而且它在全球的这个设备厂里面排名第3名，所以它规模很大哦。然后台积电是它的大客户跟主要客户，所以大家会很难想象说，为什么台积电的主要供应商，竟然他的员工会是来偷技术的这个人啊，所以这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为什么不可思议哦？分2点哦。第一个是这一家东京威力科创呢，它因为日本的半导体制造这件事情啊，停在40奈米很久了啦。哦。但日本在2022年的时候宣布要一做半导体就要做2奈米，它要跳过中间所有的节点，就直接进攻2奈米，而且宣布是要在2027年要量产。那这件事情为什么敏感？是因为做半导体很烧钱啊。那日本在评估说这件事情至少要烧4兆日元啊。那可是对于这个日本经产省找8家日本的企业，包括那个 Sony 啦、Toyota 在内，找了8家哦。你知道8家拿出来金额只有700亿日元，距离4兆有一大段的距离。然后呢，这个日本这家半导体厂叫 Rapidus 啊，它等于去年的时候通知这几家厂商，希望他们能够增资啊。那通知的过程里面，这几家厂商就说，看你今年能不能做出2奈米这个制程啊，你做得出来的话，人家才愿意烧钱嘛，要不然钱不是就得丢到那个水里面去，就得烧掉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很敏感，是因为东京威力科创同时又是 Rapidus 的股东，所以这个是大家在看的时候有分2个部分在怀疑啊，但是还要讲哦，这个还是要等这个我们讲说检调司法调查完，要等他们调查完，对，等他们调查完才能确定。所以现在大家怀疑是2个部分，第一个是，如果这件事情是东京威力科创这个他做的哦，那就是很敏感，因为他是 Rapidus 的大股东，然后他的员工做这件事，所以东京威力科创是昨天发声明说这个员工已经被开除了。但如果是他做的话，这件事就茲事体大，因为他是台积电的主要设备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如果不是他做的，那请问是哪一个组织？因为一定要有人付钱嘛，是付钱给这个东京威力科创的员工，台积电的前员工，付钱给他，让他去找他的这个学弟也好，或是他台积电以前的同事也好，去做这件事情嘛。所以是哪一个组织、哪一个单位付钱给他，让他去做这件事？这个目前这件事是打问号的哦，因为不知道源头更上面是谁哦。而这个今年啊，其实也不止今年，只是说今年这个国际间有抓到几个间谍的案子，都是窃取跟这个疫苗有关的技术，然后跟这个半导体有关的技术，然后呢，在意大利有逮捕了一个这个中国的这个间谍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让大家会好奇说，如果不是东京威力科创本身的话，是哪一个单位、哪一个组织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说茲事体大。那尤其是这件事情呢，这个上个月的时候，在业内就已经一直有在传说台积电有没有就是发生事情。那为什么敏感？因为我们是本周才看到这个消息，对不对？可是东京威力科创的股价，因为它在日本，它是日本的上市公司，所以它在日本的股价是上个礼拜5大跌17%，本周继续跌，所以表示上个礼拜应该就有人知道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又是日本的媒体日经新闻披露出来的，所以大家会好奇说，那是谁把这个消息披露给日经？它的消息来源是谁？然后又是谁是后面的指使单位，然后导致相关已经有人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呢，这个案子你不要小看它哦，就是这个案子真的茲事体大，因为你还不知道主要在后面在偷机密的是哪些人哈，这是另外一个部分要跟大家说的。那最后要跟大家讲是说，这个有人会担心啦，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台积电的竞争力啦？会不会说这个2奈米的部分被拍了700张，然后就会产生这个很巨大的影响，导致其他的这个厂商领先，或是导致其他厂商后来居上？那我可以跟大家说，这个几率相对是小的，因为全世界现在在做2奈米的大概就只有4家，那4家台积电是1家，三星、Intel， 然后跟日本的 Rapidus， 那这4家我们开玩笑说 Rapidus 现在除了这个制程能不能做得出来之外，它还要面对川普100%关税的冲击，因为它是唯一4家里面唯一1家没有在美国设厂的。那其他三家包括台积电在美国都有设厂，所以日本反而它那一家，因为它厂在北海道，所以它反而会有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说这
这个台积电被超车几率相对低很多，至少市场现在不是这样判断的，因为台积电是从2013开始就在做所谓的夜鹰计划啦。好，那我们给大家看，因为这则报道当年是我写的，就是台积电在做24小时的研发，就其他的大厂很难像台积电当时就做24小时的研发。这个台积电当时呢，就是在跟三星在 PK 的时候，当年2013年在 PK 10奈米的制程，在10奈米制程的时候呢，这个台积电当时就是在争要找所谓的夜鹰部队，就是晚上研发不间断，就是全球24小时研发不间断。所以在那个时候，当然我标题那时候是仿照当时以前那个一寸姜在一寸血，那个10万青年10万军，我把它写10万青年10万肝，台积电夜鹰计划救台湾，因为它真的就是用这个24小时轮班的方式呢，让它的研发大幅的往前累积啦。所以台积电我们跟大家讲，这个其实真的不是很容易因为以先进制程来讲，至少1000到2000道以上的工序，那每一个工序又有自己的设备又要搭配它的零组件，然后这些设备零组件又要在不同的就有它特定的温度、湿度、压力的环境之下，你只要中间一个环节出错有状况，那你的2奈米就是做不出来。所以你可以想象中间的复杂性高不高？很高。所以然后不同的细节又跟不同的厂商去做配合，这就是台积电跟它供应链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才会在节目上一直告诉大家，这个要复制到这个美国去，或者你要同一套搬到其他地方去有难度。那台积电当年就是这样累积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台积电这一大段要被超车，其实难度有点高。那这句话也不是只有我讲，是台积电自己的总裁魏哲嘉，他今年特别讲了这一句说，这个不是1个人，不是10个人，也不是100个人，你把它挖走或者把它抄走，你就有办法 copy 台积电现在的模式。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台积电现在看起来呢，这一次的这个窃密的案子啦，知识体大，因为不知道是谁希望有系统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台积电目前看起来在竞争力上面还是没有问题的。OK。不是1个人，不是10个人，也不是100个人，你把它挖走或者把它抄走，你就有办法 copy 台积电现在的模式。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台积电现在看起来呢，这一次的这个窃密的案子啦，知识体大，因为不知道是谁希望有系统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台积电目前看起来在竞争力上面还是没有问题的。OK， 但创下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对于科技直男来讲，这整件事情冲击会不会很大？其实这里面背后很复杂，包含现在的关税战。其实我们现在刚刚讲了，好像川普这个很多笑话，其实背后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其实可能有一个大牌局。Levitas 它的技术架构，跟台积电不容易，可是它跟这一家有关，Intel，Levitas 的技术架构是跟 Intel 又有关联，那你当然那个三星或中芯，因为它上次那个梁孟松的事情，所以现在而且他们的中国呢，7奈米已经卡关，5奈米很痛苦，所以2奈米好像这次跟中国可能没关，可是其他的呢，你不知道，然后对，这是一个状况，然后包含的，因为美国现在在主导，你还我们开始笑川普嘛。美国那一个，甚至华尔街还有人说要得诺贝尔经济奖嘞，是不是？还不是？因为美国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个是一个大的、很复杂的问题。包括我说我们谈判一样，他们要做的是什么？第一个，全球化校正回归。他们觉得1990年以来的这个多边主义的全球化对美国不利。第二个，他们要处理的是叫做中国震荡的灾后重建。因为他们觉得让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中国震荡，所以他们在搞很多。那搞很多呢，包含我可以理解，我们政府可能很多东西不能讲。但是有时候讲的时候会让人民对政府很担心。我补一下，蝴蝶兰政府的资料，我要说很影响很大，对不对？输往美国1年1.54亿美元，1.54亿美元，鬼头刀，政府讲了很多，输给整个输出去3.55亿新台币，一直讲说是有影响啦，政府有公布啦。美金，如果这个加起来，你说跟我们现在一下是1000亿美金，3000亿美金，关税20%，政府给的数字跟我们的汇损，好几家的那个科技大厂是几十亿、几百亿的汇损，那怎么会你这个数字？政府告诉我们说很有影响，我们政府有关切了。坦白讲，我跑行政院，我不相信，1.55亿美金跟几千亿，你告诉我说这个政府有关切，政府有公布，骗人，所以我对这个政府。他到底给我们老百姓，你不要告诉我细节，多大危机，多大的压力，你政府没讲嘛？
昨天终于刘进清这个我们这个国发会主委，他讲的数字跟你前面讲说台积电300万人的失业，昨天他在那个立法院讲的是什么？42000人到59000人，可能就业受到影响。所以我说其实背后如果真的就只是你这些数据，就是这些表面，不可能，因为不可能造成全世界那么怕川普，不可能造成库克要去做这一章。其实背后都还有很多更复杂的牌局。所以你问我，然后再回到，其实我会觉得我们以那3个学生，我应该算是他们的20年前的学长。好，我们那个学校，我们其实大概当天下午。我们都知道名字了，我们的校友群组就人传了，大概都知道，我们是觉得很惋惜。为什么？因为从竹科开始，最早是代工，是资讯的、材料的。其实化工在台湾的整个经济20-30年传奇，化学里面其实是很辛苦一阵子，在我们的清大也是一样。但是后来，当我们从张忠谋所谓的代工半导体就是一个产业。开始崛起，大概就10-20年前，化学的那种蚀刻，那种化学剂量，那一种的东西成了竹科开始会引进的。所以这一批其实是算这一批里面学化学能够在半导体产业里面立足的精英，所以他们是蛮优秀的。何必去为了这一点点的状况？那代表着就是平常的法律的认知是不佳的，然后那个。想要捡点便宜，那当然我可以理解，是因为大概在我们的那个学弟妹都一样啦，在这个10万青年10万干，到了快40岁的时候，干就快受不了了。想要捞一笔，有可能，我讲有可能，可是都不正确。然后第二，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是想说，怎么样加强那个湾仔妹巡逻的那个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学生多一点点，不要那么法盲，这个是要教的。可是觉得很可惜，因为。确实，他们如果从这个学门领域里面能够进到半导体，他们其实后事可期。结果就这样会毁掉，这是一回事。那再回来了，为什么讲这局很深呢？因为就是川普又说他要换掉他。Intel 他是3月18号才上来的。那川普其实对 Intel 是美国的代表，所以川普一直讲。那为什么一直讲之后，他呢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成立了那个一个创投。在2001年被称为是亚洲投资的急先锋，但现在就开始去针对它。你有600多家投资，包含中兴早期的时候你有投资，包含有一个被罚款跟那个和模领电脑的一个公司你有投资，所以现在川普要换。那为什么这就要换掉它？是因为川普现在开始玩这些局了以后，半导体对他来讲是核心战略要放在美国，所以台积电有这么大压力，然后 Intel。所以，川普现在接下来会不会是要由美国政府掌控 Intel？ 那掌控 Intel 之后，后面还有什么更复杂的故事？恐怕还有变数。如果讲说那几个学生到底会不会，那几个工程师到底会不会是法盲或什么？这个当然你说是因为法盲，还是因为真的有贪小便宜，还是因为或者怎么样，然后造成这么遗憾的一些结果？但是如果真的讲到法律的一些的问题的话，我不晓得现场来宾大家在国内目前的政治环境中，726以后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个823嘛，那个罢免，但这过程当中，包括蓝白阵营，包括绿营跟不管是罢团或者是一些民间来看的话，大家现在某种程度是在休养生息，还是某种程度在等着下一次大家可能更大的一次对抗的风暴？上公，立法院法制局的那个报告。大法官的判决是尊重就好，不需要遵从。然后大法官最近在一个案子里面出的协同意见书，某种程度在国内未来到底会产生什么样？我相信大家都有政治智慧，要去某种程度要解决这些。可是目前看起来，这些有没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风暴？我觉得，当然，7月30号嘛，7月30号就是有一家公司提起释宪，他在释宪里面还特别谈到限诉法嘛，然后说限诉法因为你的规定的人数啦、评议啦跟审判人数的时候，你让那一个人民的释宪，好像就说无法进行等等的。其实他被不受理的理由里面有一项说限诉法与本案无关，跟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陈宗武大法官提出了对于这个裁定，他提出了协同意见书。然后其中有谢明扬跟尤伯良2位大法官加入。那这一段里面就写到说，他主要是说大法官里面的宪法忠诚义务，好，就说我不能局限于一个宪诉法里面的可能违宪的法律把我给框死了，我就不能去做任何解释。然后甚至于说人民的请愿是否要释宪，还是我可以主动审理。所以里面这一篇出来的时候，当初大家就很震撼，是不是大法官开始，有人提出了意见，会不会汇聚成为一个不甩宪诉法了？就你叫我10个人才能够评议这些，我就不管了。10个人评议，9个人违宪才能够要9个以上。对，9个人，你裁定的时候要9个人，评议的时候要参与评议要10个人。当然受不受理的门槛比较低，所以现行人数就可以裁定要不要受理。对，好，那所以这件事情一出来，大家都开始往司法院想，这些大法官们是不是准备大家谈好了就不甩你宪诉法了，就要解释好。那大家才讨论完没几天，7月30号，对，好了，立法院法制局提了一个报告，当然他的报告里面都会写，提供给委员参酌，好，他的叫做重复立法作为宪政对话，它里面的子标题叫做论国会立法权与司法违宪审查的界限。当然这一篇以法制局局长郭明正领衔几位写出来的，那这里面写出来的，基本上他就提到了说，释宪，仅是法律未接，非宪法层级也非宪法成文了。里面写成立法院仅尊重，但不能拘束，不受拘束，沿用了美国啦、德国的例子，也有里面，里面报告里面他还把大法官给批了一顿，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把大法官给批了一顿。那法制局基本上平常时间，那俊宪委员都知道，他是谁在管？其实是秘书长在管。那他的人事任命权是谁的？是立法院院长。这份报告有一点像是借用法学研究提出的政治报告，有一点这个味道。那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大法官提出的协同同意书，他强调的是什么？对宪法忠诚。他出现了宪法忠诚这几个字。但是你看立法院的报告，他强调的是什么？宪法机关忠诚。你不能去侵犯到其他宪法机关的核心领域。但是我是觉得很好笑的是啊，他们的报告第17页，如果各位去看一下，他第17页写到什么？写到宪法机关里面的忠诚里面还写到什么？你不能去侵犯其他宪法机关权力的核心领域。核心领域。你写了这一段话，那回过头来看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多少机关释宪？总统府释宪，司法院释宪，监察院释宪，很多都认为你已经侵犯了其他宪政机关核心领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照他的说法，那再重复立法，再侵犯其他宪政机关，那当初的解释就是你侵犯了，所以他这个理论上是不是有矛盾？所以它变成一个什么？它是不是一个政治的报告？如果照他的说法，那再重复立法，再侵犯其他宪政机关，那当初的解释就是你侵犯了，所以他这个理论上是不是有矛盾？所以它变成一个什么？它是不是一个政治的报告？然后要去对抗符合蓝白的立场，去对抗
司法院的宪法法庭。两大阵营针对包括刚刚讲的那个协同监督大法官的那份跟这个报告，军委，因为我看到绿营有很多的委员直接讲说，这在做未来立法院扩权的准备2.0，你们为什么会担心这个？因为蓝白他在立法院提的一大堆法案，后来都被宣告为违宪。那现在没有大法官会议了。所以呢，他接下来就要铺，我继续要搞，那我的正当性在哪里？请问立法院有立法局，他以前提过什么样的法制局啊？他以前提过什么东西？提过什么报告？有这个单位你们知道吗？如果今天上公没有介绍的话，如果知道，不是，他是说观众朋友知道有这样的一些吗？一般民众。好，那各院级单位都有法制单位，各县市政府也有法制单位，那每个都提一份自己的报告，可以提啦。但国家最后的这个法制的裁量判定就是大法官嘛。主持人，你是大律师，你学法的啊。你拿一个立法院法制局报告，你去跟大法官的裁定来互相做比较，来讨论，来对抗，这可以互相比吗？互相类比吗？那请问立法院的法制局，你这个报告是什么？经过什么样的会议？那谁拟定啊？谁认为应该这么通过？是你们法制局，你们法制局有多少人？对不对？都是一些公务人员的编制嘛。那跟总统任命的这个立法院通过的大法官的裁定，我就拜托了。那在法律位阶上，根本差太多了啊！应该说啦，你法制局的这些可能是新任的主管啊，你要表演给韩国瑜看，对吧？你要表示说哇，你忠于院长，因为你是院长刚提名上来的嘛，你要表现一下，这无妨可以啦，就充当打手嘛。但实际上，在未来的。如果真的立法，国民党就按照他这个解释的话，那国家大乱了，天下大乱。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他们真的照这个往下走？那当然可能啊，当然可能啊，他一定会继续搞他的法案嘛。那反正现在也没有一个宪法法庭，现在也不能开嘛。因为前几个礼拜总统提名的又被他全部7月25那一次又全部被否决。那他一定会再提一些法案，反正也没有宪法法庭。那怎么办？他就拿他自己那个报告，这个单位拿出来的嘛，这个就有一点像以前军法了。军法quân法了哈，quân法。要军法，他要听主官的指挥了。要军法，你当兵有没有在军法单位？我不在，我当教官。你当教官。反正军法，我下一天听成军法，对，军法跟军法对，发音不大标准。他是听指挥官的指挥嘛。那立法院法制局听谁的指挥？听院长的指挥嘛。那这种报告能看吗？对不对？这个你拿这个报告来跟大法官的裁定，你来做一个比较，这是台湾法界一个笑话了。反正当幕僚单位，他当然会顺从长官的意思嘛，他敢提出一个去打脸韩国瑜吗？立法院的法制局敢吗？这不可能嘛，所以他提的报告一定就是院长要的嘛。你觉得这是院长要的？那当然要的啊！你看他如果意见不一样，这个法制局啊，这个局长还能干得下去吗？小平是这蓝营好，如果军委一直说这就是院长要的，那蓝白阵营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真的会这样吗？是有汉格之处的宪政因为大法官也是有它的效力嘛，解释宪法嘛，那当然一般法律跟宪法抵触就无效，这基本常识。但现在宪政法庭开不成嘛，不够嘛，好，那国家怎么办？那就是请赖总统依这个就院际调解权啊，有再提了还是被否决啊？不，就是这个还是回到各退一步嘛，然后就是总统出来协调其实讲白就是行政权跟司法权啊，两边跟立法权，立法权，讲错了，立法院跟行政院的行政权跟立法权的权力分立的原则嘛，那就谈一下，不然陷入宪政僵局，对吧？我们面对现实，现在就变成丛林法则角力啊。如果总统不出来，但他不是说出来谈就谈得成，至少有在谈，而且所有的民调，总统院际调解权出来都有70%以上赞同，大家希望不要杀成那样，不，我觉得台湾人性还是很善良，还是很多中间选民等等哈，所以这是第一个，这是行政权总统要做的事。
第二个就是立法权哈，那是不是？那现在，因为他这样谈，就是法制局做出来判断是不是跟宪法抵触、有效无效，是不是不符比例原则？一个法律小，一个法律一个宪法这么大，那个都可以，我觉得法界都可以去讨论了哈。我觉得还是回到核心人物了，就是赖清德跟韩国瑜了。他们俩怎么核心？因为一个代表赖清德总统，然后还是一个代表权力分立，代表立法权跟代表行政权啊，两个去谈啊。行政院显然没那么大嘛，大家很清楚了。我觉得韩国瑜还是傅昆萁，韩国瑜，他立法院长，法制局长任免是韩国瑜，不是傅昆萁。想问一句话啊，没有，赖总统行使那个院纪权的时候，邀了5院院长，那个韩国瑜讲的话回去也不算数啊。而且韩国瑜看得懂法制局那一篇吗？不，大罢免完以后，韩国瑜的地位是蒸蒸日上。是韩国瑜地位蒸蒸日上，可是那些被罢然后从地狱回来的那些委员，尤其傅昆萁总召，他再回来以后，难道他的地位不会更稳固吗？不应该这样子，就是应该我们讲权力分立，讲大的叫行政权跟立法权，回到党内也有他的权力分立，总召跟党籍的立法院院长，我觉得大家会比较守本分的往前走了。我相信经过这次的大罢免、大创伤、就是这个大的阵仗之后，我觉得会更精诚团结。大家各自权力分立在党内，我觉得相对会国民党也不是什么，我觉得是好事。OK， 我不晓得，可是这一次经过了这一仗以后，青黄简单问一下，蓝白从此以后就合为一体了，就是那个稳固性，因为蓝白合看起来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个方程式，大家不都每次都要讲胜利方程式吗？对蓝白阵营来讲，是不是觉得这就是胜利方程式？2026、2028吃苦拉酒，一路往下走。我觉得要分2个部分来看第一个是在目前就是以你看蓝白合的部分，他们又在现况的部分，他们合作是很正常的。它尤其是在国会的部分嘛，因为国会他们加起来几乎法案，他们只要蓝白要的就一定会过，所以这个看起来在目前看起来是会合作，但是个别里面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矛盾啊。那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你在民众党的部分，民众党至少目前看起来到底要2年条款还是不要2年条款，至少内部看起来是有意见的，两边声音是不一样的，而这两边的声音一定会角力出一个结果出来，所以等于说在民众党自己的部分，未来路线要怎么走，那跟以前柯文哲定下来的方向是不是一致？这恐怕也还不一定啊。那第2个部分是在跟国民党合作这个部分，其实说实话，就是蓝白是不是继续往下合，也要看到时候的政治态势了。因为再怎么样，到2026年的时候，县市长怎么谈，议员怎么谈，就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其实你大概听国民党个别在地方的议员的声音，不是每个县市的国民党的议员都愿意跟民众党是合作的。因为现实的问题就是，你到时候在提名的时候，选票上大家是会有是需要竞争的啦，一窝票，对，所以到时候是要需要竞争的，所以两边是不是一定谈得成，这还是一个问号了。但在县市长的部分，至少在新竹市的部分，国民党的议员是很乐意跟高虹安合作，这个方向是看起来是确定的，所以我觉得各地方还是有落差，所以蓝白合会不会往下走，然后能不能继续往下走，恐怕还要看就是民众党跟国民党党内还有两边合作的气氛来决定。OK， 如果你讲到说两边合作的气氛，小平是你会是蓝白合作的石头吗？我这样问会不会太直接？被牺牲了。一定会被牺牲，会被牺牲。我们先讲，因为政治很长远，不要谈。我们谈1年半以后的选举。好，来，好，我不会去选市长，我会选议员连任，对吧？好，那请问你，因为这不是单一席次，多席次，刚青黄讲得很透彻了。我们国民党以台北市来做个示范区啦。第一个市主委是谁？第二个国民党要每区提几席？好，我讲白一点，就是中正万华提4要变成3嘛，未来的主委，你们现在4嘛，现在4，那第2呢，就是松山信义然后提5要变成4嘛，是吧？就让1席了，是，然后让的话，我举一个例子很有趣啊，那个时候国民党都提2席，还是区域立委的时候，吴敦义2008选那叫做南投县，南投好像选提3席还是4席的时候。那吴敦义的民调80几%在国民党，那另外一位就好像是亲民党的，然后很低。吴敦义怎么让？后2席都当选了，怎么让？我讲我这个可以作为他那个示范。他说空气绝不让，黄复兴割给他，因为空气让，搞不好吴敦义会选不上，就是吴敦义票太多，那个人会比吴敦义票还多。好，那回到台北市的话，还没有让不让的问题哦。参加过不搞个爬瓜，就简单讲。好，那你让的话，那立委让不让？
我觉得在此时此刻哈，从都不让的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一个叫6都的议员选举，定出一条规范来。蓝白合也不是可能水乳交融，党有党的利益嘛。好，简单讲，议员，然后我们做出决定以后，立委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是民众党绝对选不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拖垮了像万华的、像钟小平跟虞美人这种概念，对不对？哈，还有其他区可能。好，那是不是先办个党内初选？国民党先提名，民主党你也提名。好，假如说吴宣如果选上议员的话，或是虞美人或不管，那你在这个区或其他区你也获得提名，两边在 PK 做民调，有点像侯友宜跟那个柯文哲那样的啊。总之有个民调，输的不能不服输，硬要选。我觉得问题就解决大部分。不是小平，你刚刚讲的是一般大家要合的时候，因为总要经过这种磨合。对，但问题是现在包括很多的小草或什么言必喊钟小平游淑慧，然后讲的意思，包括柯文哲有告诉你嘛，看起来是和解，和解是和解。可是即便这样，陈佩琪也许心里面还吞不下这口气，也许小草会有一些气，会不会出现刚刚俊宪委员讲的？我不知道大家谈一谈会不会讲说谈可以。我们都希望把赖清德拉下来，是不是？是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俊宪委员，你觉得前提就是要把钟小平战犯呐，那首要战犯呐，那会不会出现像这样的事？请问你，党跟党，国跟国可以干涉别人内政吗？国民党提名权跟白什么关系？白要提小到议员，大到总统，跟国民党什么关系？这个同样是党跟党的权力分立嘛？啊，这个让了就退此一步，既无实所。他干涉你的议员，有仇就干涉小议员，议员选举小，然后到有仇有恩的总统的候选人，他来决定吗？那有没有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有没有可能一种他讲说，那你跟白银之间是不是像譬如陈明义是国民党的嘛？对，那他儿子是陈时中是民众党的，可是他也讲说，你要不要道歉？因为这件事情也吵了好几天了。那天不是开庭说和解，你出来道个歉就结束了。那为什么陈明杰还要告？不，他爱讲嘛。这陈明义，等下我来讲哈。重点是法官柯文哲律师，我还没带律师去的，还有钟小平4个人是不是决定？那天不是开庭说和解，你出来道个歉就结束了。那为什么陈明杰还要告？不，他爱讲嘛。这陈明义，等下我来讲哈。重点是法官柯文哲律师，我还没带律师去的，还有钟小平4个人是不是决定？就是所谓的公开出来以后，把和解的情况，然后这个就跟这个记者讲一下。难道不是今天你们刚上工这个资深的立法院记者不是讲今天所谓秘密会议，不是就是要不让记者知道，对吧？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不是，我是说记者的摄影头不在，对吧？就是简单讲，那能不能让记者知道？那我出来有没有摄影头？有吧？有啊，那就是公开嘛哈。而且这个公开的决定，本来他律师坚持是说你去外面先讲一讲，还要研究什么形式，我满意我才撤稿。这是他的律师。但柯文哲说，哎呀，要有高度啦。然后钟小平出去讲了就算了。我今天是法官同意这样讲，你不信我，你要信法官，也要信柯文哲吧？是不是？这个可以乱讲吗？这个法官决定我的生死，这个案子对大家同意吧？这个司法制在这里，这个话可以乱讲吗？一定当庭一定有讲好条件，当然嘛，你只要满足，你有照那个条件，对，我就照那个讲嘛，对，照那个讲。柯文哲是撤告和解了；2是经过法官同意我这样讲，没同意我敢讲吗？3那柯文哲和解了，他老婆不和解，然后小草不和解，然后一堆这个最凶的小草，我称为猪笼草。我是昆虫，叫人去7七4九就化为血水，这样是不是？你要被告了，你这样会火上加油。不是，没关系，我们尊重猪笼草，尊重小草，尊重小虫。我认为这甚至是多元的，这个没有什么，对吧？你抗议我，可你不能对我人身攻击就犯法了。我觉得你的言论啊，连抗议打电话都被打爆，我觉得都没有问题，都没问题了哈。政治我们就这样子嘛。好，再拉回来。所以这个事情的始末就这样，回到陈明义，他的儿子是民众党，他是国民党，一个新庄，一个武林心态。今天是88节吧？是吧？我就对陈明义非常钦佩。因为第一个，这是我跟柯文哲的事，他详细内容我今天特别讲清楚了。第2，就充满了父爱嘛。
称一下他儿子嘛。OK， 没问题。我没问题。我们对陈明义讲这个话，我完全不以为意。但是体现父爱，我觉得蛮好的。可是这件事情会最近延烧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东好前几天柯文哲案子开庭，然后媒体上形容大暴走。就是他，我想积压了这么久，不知道是那时候真的是情绪上来了或者什么。陈志汉的转述是，他是有把那个卷宗的资料丢过去，丢，对，有类似像这一些。你觉得这整个大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柯文哲的情绪本来就很满呐。他在看守所里面还3不5时做深蹲，锻炼体力锻炼自己的肌耐力然后他只看4个字的报纸。他说要什么知己知彼，他不是看3个字的报纸，也不是看那个望字头的，好不好？那个他战斗意志很强啊，那你被关那么久了，他当然有很多情绪，这可以理解嘛。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他因为冲着那个检察官问，他说：“你觉得我像是他会贪污的人吗？”检察官起诉你，当然觉得你像会贪污的人啊，所以有一个检察官就点点头啊。这一点。完了，情绪本来就已经很满了，对不对？这一点就炸了，就炸了就摔东西了，因为那时候其实是在休庭时间了，10分钟了。好了，那检察官当然当场不会跟柯文哲开干嘛，但是因为讲了很多，所以后来北检就赶快发一个严正谴责。说实在的，马后炮，这个严正谴责一点意义都没有。关键回过来看合议庭怎么看，因为这个案子应该不会再拖太久了，应该在最后阶段了，因为很多证人都已经陆陆续都传了嘛，我们大概等最后的那个辩论嘛，那个辩论应该会比较重要一点。那因为那个审判长有讲嘛，就说司法已经很脆弱了。其实因为他这个时候讲出这一段的话，跟他以前对柯文哲所做的那些强制处分，其实都交保。OK。当然，但是因为高院一直要压人，我们讲白话就是高院要压人嘛。那所以合议庭到底会怎么判？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你回过来看，就是说柯文哲做这件事情对他有没有帮助？我觉得柯文哲咆哮检察官，我觉得对法官的影响还好。柯文哲比较，我在判断上面呢，影响比较大的是他的脸书对证人有没有构成骚扰，所有出来转述的东西会不会，这个会对这个审判庭影响可能比较大。因为你从那个审判长讲说，司法已经很脆弱了，表示他主观上他想要让这个案子判的比较能够取信于社会多数人。所以在最后阶段我觉得柯文哲的律师团也要想一下，有一些太刺激的事情要不要做？钜宪伟，来最后1分钟，可不可以请问一下，第一个，绿营怎么样面对蓝白之间在2026、2008，希望沿着这一次726大罢免模式，所谓的蓝白合？所以在最后阶段我觉得柯文哲的律师团也要想一下，有一些太刺激的事情要不要做？钜宪伟，来最后1分钟，可不可以请问一下，第一个，绿营怎么样面对蓝白之间在2026、2008，希望沿着这一次726大罢免模式，所谓的蓝白合？第二个，有人一直在看着今天8月8号，8月10号是民众党，包括他们党庆啊，他们这些所有这些。这里面会有要决定，包括2年条款啊，很多这样的一些事情。有人甚或讲，柯文哲如果要是真的交保出来以后，对于黄国昌或对民众党的挑战，你会怎么看？我觉得蓝白会合啦，要合啦。那大罢免那个民众党帮那么大嘛，国民党当然要让他，至少议员要让吧，对不对？挑几个区，每一区让个1席，这是必要的了。这样我们议长就不保了。不会，到时候再蓝白合就好了。那他要副议长怎么办？比如给他，就给他，这个很简单。你们讲的好顺啊！人家拿正的，你们拿正的给副的给人家。你再多讲话，到时候就你那一区一定要1席。我跟你讲，我觉得党的规划一定提能当选的最高额度，这是基本的党。不过小薇我不担心的，因为没有应小薇啊。OK， 来，你看讨论他们和大家这么有兴趣。那新竹市一定要让啦。
新竹市现在民众党是执政党，对，那黄国昌已经来要债啦，他说新北市拿出来，新北市大家来比民调嘛，所以蓝白要合了，国民党应该要更礼让民众党，你要把他，不然他怎么长大？好，所以议员像双北至少每一区嘛来讨论嘛，那让个几席，好，像尤其民众党讨厌的，那不要提名嘛，这表现诚意啊，对不对？中小民众稳当选的，我先把它砍掉，哇，好，然后我席次让给你民众党。但政治上的在分赃啊，当然是没那么容易啊。好，那民众党刚刚你有提到一个所谓的这8席立委2年任期的问题，这个也是民众党内部的分赃。这民众党有这样的内部问题嘛？那有没有人要跟我赌这8席会不会2年后2年是到这个下个会期嘛1月31号年底嘛，对吧？会不会换人？对不对？有没有？要不要有人跟我赌？保证不会换的。礼拜天就决定不会换，礼拜天就决定。对啊，因为第一个啦，这8个人现在黄国昌掌握的非常稳固。那其中也许啦，有几席可以逼走他啦。如果你要选县市长，那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路嘛？如果你要选县市长，这时候顺着这个情势，比如说张启凯，你选嘉义，那你就先离开嘛。这个除非有这样一个可能啦，但通常他们都会代职啦。那选县市长那么容易选吗？不会吧？那我不如先站着这2年，后面还有2年嘛。那这个就展现黄国昌到底有没有办法完全控制民众党。如果黄国昌主张2年继续，就是说不退，民众党内有没有反对的声音？如果几乎都是没有反对的声音，那黄国昌就坐稳了嘛。OK， 对不对？2年条款是谁设下的？柯文哲是前主席设的嘛。那柯文哲那天开庭，那边大摔水那个水瓶啊，破口没有水瓶啦，那水杯啦，水杯啦，破口大嘛，我就碰到水了。我以为他会骂钟小平呢，没有啊，还是这个他和解了，前一天啊，和解了，他是前一天的庭，前一天他是昨天的，还是骂赖清德，骂赖清德跟检察官。我认为那个柯 P 啊，他就是浑身政治细胞。OK， 那旁边都是小草嘛，我演给他看，他演了，他就声音就传出来了。你看你叫小啊，是不是看种小草更加疯狂，更加的崇拜？你看那柯 P 啊，直接呛下人都人乖啊，所以我认为柯文哲会这样，表示他政治心不死。OK， 他在拼他出来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个政治影响力了。对，他还是要把他的小草给稳固住。OK， 那这个以后一定会形成他跟黄国昌一个矛盾了。让大家看看。OK， 8月10号，那民主党那最后决定会是怎么样？那国内整体的政坛的氛围，包括蓝白之间的合作跟绿营之间又会怎么样？当然，整个川普在关税上面对台湾的影响，那接下来呢？那到下礼拜又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